您手里那粒小小的鱼油可能一直在骗您的钱，不是因为它假，而是因为您吃错了。我身边有太多人花了几千块吃了好几年，效果却不到30%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秘密，几乎没人告诉您早上吃和晚上吃吸收率能差3倍。您没听错，就是3倍。同样的钱，别人的心脏血管得到了保护，而您的可能只是在喂马桶。我见过一位张阿姨，吃了8年鱼油，血压还是高。她问我，是不是这东西根本没用？我问她怎么吃的，她说每天早上空腹吞1粒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，让她8年的坚持大半都白费了。您想想，家里的油能直接倒进嘴里吸收吗？不能，对吧？鱼油也是一样，它是油，需要跟着饭菜一起，身体才能好好吸收。空着肚子吃，就像往空锅里倒油，全漏掉了。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很多人花钱都买不到的秘密全部告诉您。不只是什么时候吃，还有3个致命错误，90%的人都在犯。如果您不想再当冤大头，不想让钱和健康继续打水漂，就请一定看完。先来看看这1粒鱼油到底能帮到您什么。很多人只知道它好，但好在哪里说不清楚。今天我就给您讲透。第一个好处是保护您的心脏和血管。咱们这个年纪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突然有一天心脏出问题，脑子出问题，中风、心梗这些词一听就让人心里发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血管堵了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您家里的下水道用久了会不会堵？油、头发、垃圾慢慢积在里面，水就流不动了。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血液里的坏脂肪、坏胆固醇就像这些油污，多了就会粘在血管壁上，时间一长，血管变窄、变硬、变脆，血流不动，压力就大，血压自然就高了。心脏为了把血推出去，就得更用力，心脏累了就容易出问题。血管脆了，一旦破裂，那就是中风。这不是吓您，这是我自己观察了几十年的真实情况。鱼油里面有个宝贝叫 EPA， 这个 EPA 就像专门清理下水道的工人，能帮您把血液里的坏脂肪降下来，血液不那么粘稠了，流动就顺畅了，血管也能恢复一点弹性。我有个朋友老赵，今年60岁，3年前他突然胸口疼，差点没救回来，医生说是心梗的前兆，再晚一点就危险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按时吃药，也坚持吃鱼油。前2个月他来复查，各项指标都稳定了。他跟我说，现在每天还能去公园快走半小时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您看，这就是鱼油对心血管的保护，它不是包治百病，但确实能帮到您。第2个好处是保护您的脑子，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。您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东西放哪儿转头就忘，想说的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，跟人聊天突然就接不上话了。这是因为咱们的大脑也在变老，如果不管它，老化会越来越快，严重的就可能得老年痴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，刚开始是忘事，后来连家人都不认识了，这对家人来说是最大的痛苦。鱼油里面有另一个宝贝叫 DHA， 是大脑神经细胞最需要的营养。我再给您打个比方，大脑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里面有无数零件互相连接着，这些连接的地方需要润滑， HA 就是这个润滑油。有了它，大脑运转得更快更灵活，记忆力、反应力都能保持得更好。我有个朋友王阿姨，今年68岁，她女儿带她来找我，说特别担心，因为王阿姨最近老是忘事，
有时候连孙子的名字都叫错。我建议他除了多动脑，还要每天吃鱼油。他女儿很孝顺，给他买了好的鱼油，每天监督着吃。半年后王阿姨再来，女儿跟我说变化特别大，不仅能记住孙子的名字，连上次我说的话都记得。王阿姨自己笑着说，现在脑子清楚多了，跟人聊天也不怕了，所以保护大脑真的要趁早。第3个好处是帮您减轻关节的疼痛。人老腿先老，这话您一定听过。膝盖疼、腰疼、肩膀疼，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，尤其是天气一变就更难受。有时候早上起床腿都不敢弯，上下楼梯膝盖疼得要命，这是因为关节里面有慢性炎症，而鱼油里的 omega-3 有很强的抗炎作用，能抑制那些引起疼痛和肿胀的物质。我有个邻居李阿姨，62岁，膝盖疼了快5年，走路都得拄拐杖，上楼更是困难。去医院看过，说是退行性关节炎，没有特效药。我建议她试试鱼油，配合一些简单的锻炼。她坚持吃了3个月，有一天来找我特别高兴，说现在走路轻松多了，上楼也不用人扶了。前2天还陪孙子去动物园玩了一下午呢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心里也特别高兴。老年人最大的幸福，不就是能陪着孩子们享受天伦之乐吗？好，现在您知道鱼油对心脏、对脑子、对关节都有帮助了。但我得告诉您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如果您吃的方法不对，这些好处您一个都得不到。下面3个错误，90%的人都在犯，您看看自己有没有。第1个错误，空着肚子吃。早上6点闹钟一响，第一件事就是吃鱼油，倒杯温水，咕嘟一口吞下去，然后才去洗脸刷牙准备早餐。您是不是也这样？如果是，那您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鱼油是油啊，它是脂溶性的，需要跟食物里的脂肪结合才能被肠道吸收。您空着肚子吃，肚子里什么都没有，鱼油进去了找不到伴儿，就被排出去了。就像往空锅里倒油，油滑出去，锅里一点没留，这样一来吸收率非常非常低，可能连20%都不到。而且空腹吃鱼油还会刺激肠胃，有些人会打嗝，嘴里有鱼腥味儿，有些人会觉得恶心，肠胃本来就敏感的人还可能拉肚子。我有个朋友老刘，今年56岁，吃鱼油吃了4年，每天早上空腹吃，结果呢，经常打嗝，嘴里总有股鱼腥味儿。他以为是鱼油质量不好，换了好几个牌子还是一样。后来我问他，才发现问题在这儿。我跟他说，老刘，您以后别空腹吃了，早上吃完早餐隔10分钟再吃，保证没事儿。他试了2个星期再来说，真的不打嗝了，也没有腥味了。这4年冤枉钱没少花。所以千万别空腹吃鱼油，一定要跟着饭一起吃。第2个错误，晚上吃太油腻，还吃鱼油。有些人听说不能空腹吃，就想那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吃总可以吧。这个想法对了一半。如果您晚餐吃的清淡，那没问题。但如果您晚上吃红烧肉、炸鸡、大鱼大肉，再吞一粒鱼油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晚上咱们的身体准备休息了，消化系统的功能也在减弱，吃得太油腻本来就是负担，再加上鱼油，那就是雪上加霜。就像让一个已经累了的工人继续加班干活，这样一来不仅影响睡眠，还会加重肝脏的负担，特别是那些有胃食道逆流、消化不良的人，晚上这么吃更容易难受。我有个邻居老陈，
60岁每天晚上都吃得丰盛，红烧肉炖排骨，一顿能吃2碗饭，吃完饭再吞1粒鱼油，结果呢，经常半夜胃疼，睡不着觉。我问他的饮食习惯，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。我跟他说，老陈，你晚上吃太油了，如果想晚上吃鱼油，晚餐一定要清淡，1碗粥，1条清蒸鱼，再来点青菜就够了。他照着做了1个月，胃疼就好了，晚上也能睡得安稳了。所以如果您想晚上吃鱼油，晚餐一定要清淡，这是铁律。第3个错误，觉得好东西就得多吃。有些人听说鱼油好，就自己加量，1天1粒不够，要吃2粒3粒。还有些人买了好几种补充剂一起吃，觉得这样效果更好。千万不要这样。鱼油虽好，但绝不是越多越好。一般来说，成年人每天吃1000毫克左右的 EPA 加 DHA 就够了。市面上1粒好的鱼油就能满足这个量。如果吃太多，最大的风险是让血液变得太稀。血液太稀，一旦有伤口就很难止血，特别是那些正在吃阿司匹林这类药的人，更要小心。2种东西一叠加，风险就大了。还有啊，如果您要做手术，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您在吃鱼油，最好手术前2个星期就停掉。我有个朋友老周，63岁，觉得鱼油好，就自己加到1天3粒。结果有一次去看牙医，拔了颗牙，血流了好久都止不住。牙医问他吃了什么药，他才想起来每天吃3粒鱼油。牙医赶紧让他停掉，这才慢慢好转。所以鱼油真的不是越多越好，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吃就够了。好，这就是3个最常见的错误。现在您停下来想一想，自己有没有犯过？如果有，也不用担心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一起改就好了。那到底应该怎么吃？黄金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就告诉您答案。先告诉您一个大前提，不管您选早上还是晚上，有一条铁律必须记住，鱼油必须随餐吃，或者饭后马上吃，而且要跟着有脂肪的那一餐一起吃，这是大前提，记住了吗？如果您最关心的是心血管健康，那就选早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早上睡醒之后，身体开始全面启动，血液循环开始活跃，血压也会升高一点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您随着早餐吃1粒鱼油，里面的 omega-3 能很快被吸收进血液，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让血管保持弹性，这样一整天的心血管都能得到保护。那什么样的早餐才算有脂肪的早餐呢？很简单，1碗豆浆加1个煮鸡蛋，再来几颗核桃，或者1碗小米粥加1个煎蛋，再来几片全麦面包，关键是要有点蛋白质，有点好的脂肪。还记得开头我说的张阿姨吗？她就是改成早餐后吃鱼油，配着1个鸡蛋，2个月下来血压稳定多了。如果您主要的困扰是关节疼痛或者睡眠不好，那就选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会进行深度修复，这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。Omega-3 强大的抗炎作用在这个时候能发挥得特别好，能抑制夜间的炎症反应，帮助减轻关节疼痛。很多朋友反映晚上吃了鱼油，第2天早上起来身体感觉轻松多了，腿脚也灵活一些。而且 Omega-3 还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，让您睡得更深更沉。但是请记住，搭配的晚餐一定要清淡，比如1碗杂粮粥加1条清蒸鱼，再来1盘炒青菜，千万不要配大鱼大肉。前面提到的李阿姨改成晚上吃鱼油，配着清淡晚餐，1个月下来跟我说，现在晚上能睡得特别安稳。
早上起来膝盖也不像以前那么僵了。那到底该选早上还是晚上呢？我的建议是您自己试试看，先坚持早上吃1个月，仔细感受身体的变化，然后再换到晚上吃1个月，再感受一下，看看哪种方式让您感觉更舒服，效果更明显。身体会告诉您答案，最了解您身体的永远是您自己。选对了时间，效果就已经提升了一大截。但还有几个小窍门，可以让效果更上一层楼，这是我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您一定要听听。第一个窍门，给鱼油找个保镖，就是维生素 E。Omega-3 虽然是个宝贝，但它有个缺点，容易被氧化。一旦氧化了，效果就大打折扣。而维生素 E 呢，就像 Omega-3 的贴身保镖，能保护它不被破坏，大大提高它在体内的利用率。那怎么补充维生素 E 呢？很简单，平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就行了，比如核桃、杏仁、葵花籽，还有菠菜、西兰花这些绿叶蔬菜。每天吃1小把坚果，或者多吃点绿叶菜就够了。我自己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和鱼油，都会再吃5、6颗核桃，这样鱼油的效果就能发挥得更好。您也可以试试。第二个窍门，避开鱼油的天敌，就是茶和咖啡。咱们中国人爱喝茶，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泡杯茶，这个习惯很好，但有一点要注意，茶和咖啡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单宁酸，这个单宁酸会干扰鱼油的吸收，就像给门上了锁，好东西进不去。所以我建议您吃鱼油和喝茶，喝咖啡之间至少要隔1个小时，比如早上7点吃完早餐含鱼油，8点半再喝茶，这样就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吸收鱼油的精华。记住了吗？第三个窍门，选对产品很重要。我先说清楚，我不卖鱼油，所以我可以跟您说真话。市面上的鱼油品牌五花八门，价格也差得很远。那怎么选呢？我给您几个标准。第一，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至少要有500毫克以上才算合格。第二，看纯度，好的鱼油纯度高，杂质少，没有太重的鱼腥味儿。第三，看有没有权威认证，比如 NSF、IFOS 这些国际认证，有这些认证的通常质量比较靠谱。千万不要贪便宜买那些特别廉价的产品，因为鱼油如果质量不好，可能含有重金属或者已经氧化变质了。这样的鱼油不仅没效果，还可能给肝脏、肾脏带来负担。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记住了吗？说了这么多窍门，我还得提醒您一下，有几类人吃鱼油之前一定要小心，不是吓唬您，而是为了您的安全。第一类，正在吃抗凝血药的人，比如阿司匹林、华法林这些药。鱼油本身就有稀释血液的作用，如果您又在吃抗凝血药，两种东西一叠加，血液就会变得太稀，这样很危险。所以一定要先问问医生，医生可能会给您调整剂量，或者告诉您怎么吃才安全，千万别自己乱来。第二类，对海鲜过敏的人，鱼油是从深海鱼里提取出来的。如果您对海鲜严重过敏，那吃鱼油就可能引起过敏反应，皮肤痒、起红疹、呼吸困难，这些都可能发生。如果您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过敏，可以先试一粒观察一下，没事的话再继续吃。第三类，肝功能不好或者胆囊有问题的人， Omega-3 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。如果您的肝功能本来就不太好，吃太多鱼油会加重负担。胆囊有问题的人也一样。所以这类朋友如果想吃鱼油，一定要先问问医生，用小剂量慢慢来。第四类，准备做手术的人，鱼油会让血液不容易凝固，如果您马上要做手术，吃鱼油就可能增加术中出血的风险。
一般建议手术前2个星期就要停掉，等手术做完了，伤口愈合了，再问医生能不能继续吃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有点担心，别怕，只要您不是这几类人，就可以放心吃。就算是这几类人，问过医生之后也能安全的吃。最重要的是别自己乱来，有什么不确定的就去问医生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咱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千万不要空着肚子吃，鱼油一定要跟着有脂肪的早餐或晚餐一起吃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第二，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时间，最担心心血管的就选早上吃，最困扰的是关节疼痛和睡眠不好的就选晚上吃。最好的方法是自己试一试，身体会告诉您答案。第三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不要自己加量，不要乱吃。如果您在吃其他药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，一定要先问医生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，那就是鱼油再好也要会吃。您记住这句话就够了。今天说的不只是一粒鱼油，更是一种对待健康的态度。健康这件事，不是说您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补品就能保证的，关键在于您有没有用对方法。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大大的效果。就像张阿姨只是把鱼油从早上空腹吃改成早餐后吃，血压就稳定了。这就是聪明的活法。咱们现在年纪都不小了，身体的各个零件也开始慢慢老化了。但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老的不健康，老的没有质量。如果咱们能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些小细节，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对，那晚年生活一定会轻松很多。早上起来吃碗热粥，吃个鸡蛋，吃了鱼油。傍晚去公园散散步，跟老朋友聊聊天。晚上回家吃顿清淡的晚餐，泡泡脚，睡个好觉。这样的日子多好啊！一点一点慢慢来，咱们一起变老，一起变健康。那您呢？您决定早上吃还是晚上吃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输入1代表早上，输入2代表晚上，我会一条一条看，也会回复大家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请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，让他们也少走弯路，少花冤枉钱，这是您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的每一粒鱼油都物有所值，能让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记住，健康不难，只要用心，只要坚持，咱们一起慢慢变老，慢慢变健康。祝您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